格鲁吉亚琢磨着开辟第二战场，阿塞拜疆、亚美尼亚冲突再起，那么俄罗斯还会在哪些方向被迫分散注意力？各位网友，大家好，我是罗小飞。这几天里边呢，俄罗斯方面已经承认在9月初的战斗中遭遇了失败，正在组织人员反思问题，寻找对策。敢于正视问题、承认不足，还是个实事求是的态度。当然，需要反思的问题可能会不少，比如说军改之后步兵数量严重不足，营一级作战单位里边缺少保障力量，对故障和损失装备缺乏维修能力，侦察手段不够用，各军兵种之间还缺少协同，等等等等。除此以外，莫斯科可能还遇到了乌克兰战场之外的新问题，当然，这些新问题也多少和乌克兰战场的形势有关系。俄乌刚刚开战的时候呢，面对巨大压力的乌克兰曾经去格鲁吉亚要求格鲁吉亚加入对俄罗斯的战斗，开辟第二战场。当时是被格鲁吉亚拒绝了。当时局势不明朗，经历过2008年惨败的格鲁吉亚当然是不敢过早下注。等到了8月份的时候，格鲁吉亚仍然表示无意和俄罗斯进入战争状态。但是经过这次乌克兰的进攻，看到俄罗斯的状况已经跟2008年不太一样的格鲁吉亚也开始改变了态度。其执政党格鲁吉亚梦想党主席宣布准备进行全民公投，了解一下民众在对俄开辟第二战场这个问题上是怎么想的。其实这个问题上发起公投本来就是向俄罗斯示威，表示自己有想法了。俄罗斯媒体也指出，格鲁吉亚搞的军事演习带有明显的乌克兰模式，就是重点演练了从欧洲向格鲁吉亚投送重型装备。另外，阿塞拜疆和亚美尼亚又爆发一次冲突，这次冲突呢规模不大，持续时间不长，但是在当地参与维和的俄军已经感到了很大的压力。俄罗斯和格鲁吉亚之间的问题很类似俄乌，本来都是一家人，格鲁吉亚还出了一个斯大林，但是现在反目成仇了。俄罗斯认为格鲁吉亚跟北约还有美国关系越来越紧密，威胁到了俄罗斯的战略安全，而格鲁吉亚则认为俄罗斯在对待格鲁吉亚领土主权问题上暗中支持阿布哈兹还有南奥塞蒂脱离格鲁吉亚版图，这类似俄罗斯支持乌克兰的卢甘斯克和顿涅斯克名义上独立。所以呢，格鲁吉亚这次是被乌克兰激励了。而阿塞拜疆跟亚美尼亚的问题则是围绕纳卡的冲突。历史上，信仰天主教的亚美尼亚和信仰伊斯兰教的土耳其人历代就是世仇，有过几次大屠杀。当年俄罗斯扩张过程中打败了奥斯曼土耳其，夺取了纳卡这块地方，并且把亚美尼亚人填充到这里，驱赶当地的突厥人。而亚美尼亚跟阿塞拜疆又先后进入了苏联版图，苏联又把纳卡归入了土耳其背景的阿塞拜疆。那么这个地区的民族问题、宗教冲突还有归属问题就成了一个地雷。这个地雷有可能再次引爆，而且还很容易引起欧洲和土耳其的干预。不过亚美尼亚问题上，反而是西方有可能出于宗教原因，愿意帮助亚美尼亚压制一下亲土耳其的阿塞拜疆。所以后边我们还要看一看俄罗斯会不会借机支持一下亚美尼亚，缓和一下和欧洲的气氛，或者是团结一下土耳其，增加一下北约的内部矛盾。苏联时期留下的地雷还有车臣，现在车臣领导人小卡德罗夫是站在莫斯科一边的，但是俄罗斯和车臣两个民族同样有很多的积怨，特别是有过2次残酷的车臣战争，现在还有一些车臣人加入乌克兰一方作战。如果俄罗斯腹背受敌，难保不会有人跳出来一起找麻烦。所以无论俄乌战争的结果如何，俄罗斯可能还需要反思一个问题，就是未来如何去缓和跟周边国家以及民族的关系，如何给自己营造一个良好的政治环境。这个问题解决不好，那弄不好连哈萨克斯坦等中亚国家都是留给美国的机会。